大家好，我是法山啊。最近呢，关于企业进行舆论维权的案例很多，无论呢是理想汽车的理想表明要与黑暗做斗争，还是小米就投诉有博主叫雷军军儿啊，认为对雷军构成了侵权。当然了，还有最近的农夫山泉风波啊，这其实背后都涉及到一个共同的法律问题，就是我们公众对企业及企业家发表观点和态度的权利边界到底在哪？对此呢，我们单位处理过一些类似的纠纷，包括鄙人自己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合法合理批评过的人和企业呢，其实上也不少，其中尺度我还是略有拿捏，也确实督促了他们的进步。今天呢，就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首先，我想强调公众依法享有表达观点的权利。且不说宪法第35条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5条也明确规定了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监督的权利。我们对一个人一件事一辆车，我们可以夸他，当然也可以批评他。批评权呢，也是表达观点权利的一部分。这份权利不仅不应被剥夺，同时我认为呢，也不应有任何程度的限缩。因为如果有一天我们真实合理的批评，动辄都被扣上了侵权违法的帽子，官司一打呢，法院还真这么认定，那是不是只要哪家公司出了产品，我们就都必须唱赞歌，不能批评了呢？那互联网还让不让人说话了？这不仅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具体到维权企业本身也不一定有利。批评呢总是逆耳的，但批评呢能让我们多一个看待自己的视角，这于己呢或许能成为一种帮助。而想方设法的杜绝批评，杜绝在你看来的负面信息，你或许呢会在短时间内看似获得一些宁静与祥和，但人都不傻，大家都会用脚来投票，更会用钱来投票，谁更尊重和支持消费者消费者就会往那儿走。但是我也必须说批评权也跟任何权利一样，都是有边界的。如果说你越过了法律的边界，那客观上就的确会衍生有关的法律风险。比如说民法典第110条就规定了，自然人和法人都依法享有名誉权。如果你通过侮辱、诽谤等方式侵犯了有关主体的合法权利，你就不能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行违法乃至于犯罪之实。在此情况下，且不说理想汽车了，其实上此前蔚来、比亚迪也都发起过类似的维权打击黑公关的行为。当然呢，也有汽车大 V 甚至专业的广告和公关单位因此受到有关的负面的法律评价。所以你在网上行使批评权的时候，违法和合法的边界到底是在哪里呢？如果你是自然人，那你主要涉及是否侵犯名誉权，而是否侵犯名誉权呢，就看2点第一，你有没有侮辱；第二，你有没有诽谤。诽谤呢，就是捏造事实，无中生有。比如此前有博主说特斯拉刹车是你，但由于特斯拉呢拿出了有鉴定资质的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证明自己制动没有问题，有关博主呢就因此承担了侵犯名誉权的责任。那正确的批评方式是什么呢？一个思路供参考即针对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提出你的问题，但不要自行认定有关事实。比如同样你是质疑一辆车刹车失灵，你自己拍着胸脯说该车酿成事故的原因就是因为那辆车刹车失灵，那从法律的层面你的风险就是90分，因为你自己呢在认定事实。若事后确认你认定失实，你便有了侵权的风险。但如果你拿出事件发生时的公开视频资料，问车企当时刹车有没有失灵呢？请把数据拿出来给全体车主一个交代，那你这块的风险呢就会大大降低。因为什么呀？因为你没有就事实进行自行的认定，但你呢在督促车企解答消费者的疑虑，这就是戏，懂了吧？朋友们弹幕里扣波戏而侮辱呢，就是你或许真的觉得一个人不好看，而对方呢客观上造型呢也的确比较特别，对此你完全可以说你不喜欢他，甚至可以说他难看，但你骂对方是丑就不行，因为丑是侮辱性的词汇。在名誉侵权的案件中若出现了侮辱性的词汇，你就已然出现了极大的法律风险。这个侮辱性词汇呢，就是侵权与否的边界。而如果被侵权一方是企业，那根据公安机关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经认定你给企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只要达到了50万元以上，你理论上呢就有可能会以损害商业信誉、商品信誉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除此之外，现在友商互殴也很多，其实很多大 V包括被煽动的围观群众背后呢，多少都有一双友商的手在推动，那这就涉及友商间的不正当竞争了。不正当竞争法第11条规定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和商品信誉，若有，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此前加多宝和王老吉今日头条和百度都因此打过官司，其中就因为被认定为对对手进行了商业诋毁，百度呢就赔了头条25万，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呢就赔了加多宝公司20万。所以我们回到最近关注度很高的 Mega 事件啊，其实审美这种事情呢因人而异，你要是不喜欢觉得丑完全没有问题啊，你要是喜欢觉得好看也没有问题，这些归根结底呢都是审美争议，审美争议不侵权。不过呢，如果直接你说啊，车是灵车、棺材车，在车身上批辫子，那从公益的角度来讲，你就确有诋毁侵权之嫌了。多的不说，如果你在一个人脸上批上了死人2个字，你不觉得这构成对那个人的侮辱吗？更何况我们对生死文化其实上普遍还是比较看重的，图个吉利啊，买房里面死过人，价格都会有变化，更何况是与安全息息相关的车呢？在此情况下，若你是友商啊，想通过不正当竞争赚钱，或者是汽车自媒体想做点黑公关牟利，然后兵行险捉啊，我都能理解为这是利令智昏下走歪门邪道，背后呢好歹有利可图。但如果你只是吃瓜群众，还跟着黑节奏走，最后不仅被追究责任，还一分钱没捞着，那我就真的是有一点被蠢到了啊！当我们混在人群中的时候，我们总会天然感到安全啊，但我们心里总得有根弦啊，叫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友商互殴呢，彼此扫射在所难免，赢了的赚钱，输了的亏钱，赚钱亏钱呢都和你没有关系，而你加入其中，若还涉嫌违法，那我只能说啊，你的认知就决定了你就是那颗免费的枪子。此前我觉得这么蠢的呢，还是个别饭圈倍速小将啊，别问，问就是信仰。结果呢，很多人前脚卖饭圈，后脚呢自己就踩了进去。说到这呢，我感觉自己同时得罪了几个圈的狂热分子，咋整啊？朋友们将保护打在公屏上，好吧，保护一波。说实话，企业要非常慎重地对待自身的维权，因为每一个公众都有可能是潜在的消费者，和气生财嘛。你所谓的强势和硬气，天然就会对你的生意造成影响。毕竟呢，地球虽然很大啊，但抖 M 呢毕竟是少数，花钱的是大爷。企业的每一次主动维权呢，都会是一次潜在的公关事件。我想这点呢，企业自己也明白。但与此相对啊，也不是每次企业维权都是他们不准消费者说话，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有的跨省追捕只彰显了该企业的霸蛮与黑，而对于确实过分的侵权行为啊，不维权呢，只会助长不正之风，不利于营商环境的建设。企业垮了，围观群众只是吃瓜，受影响的呢是企业及企业员工以及背后的地方财政，他们也有他们的立场。欢迎来到真实的法律世界，我是法山，我们下期再见。